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！新频道第一支教学影片，我们来画材质球，为我们下一次画灰喜鹊来热身。大家还记得之前频道提过的限定调色盘吗？这次我们也只用2个颜料来画水彩。这支影片会分3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限定调色盘的颜料要怎么选，我们会用色阶还有色轮来分析如何选色。第二部分是控水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了掌握控水技巧去看很多影片或者是理论？这支影片会为大家浓缩精简一个控水的重点，让大家可以牢记，也比较容易实际操作。第3个部分就是画材质球。我们在正式画图之前，可以先用这种抽象的球体来练习颜色还有材质。因为面对具象的形体，我们会太在意画的像或不像，这样反而会加重了我们的压力，也会花比较多的时间。所以先画材质球来帮助我们更有效率的练习水彩。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用限定调色盘，它可以帮助我们不用太担心调色的问题。选定2个颜料之后，就可以安心的用这2个颜料来混色。这样就不会画到一半，一边担心纸干掉，一边还要思考接下来到底要加哪一种颜料。我们开始进入练习。首先我们来看选色。先说结论，我最后选的是钛金蓝还有隔红。那我们来看是怎么选出来的。选之前我已经确定要画的主角是灰喜鹊，因为没有找到适合的版权图片，所以整支影片里面我会用我的图来示范还有解析，大家可以另外搜寻灰喜鹊的照片。我们先来看这张图，灰喜鹊头部的蓝色，嘴巴的深灰色，身体上很浅的红棕色。另外我加了花还有树枝，让画面可以更有趣一些。所以我在红色和蓝色里面去找颜料，先决条件是一定要符合灰喜鹊的蓝色。这个蓝比较像是天蓝色，有一些偏黄或者说偏绿的倾向。接下来又如何选出第2个颜色呢？我们可以把这次的选色分为2个重点。第一，明暗度越广越好，可以很浅，混色起来也可以很深。第二，可以混成灰色。我们先细说第一项，也就是明暗色阶的广度。浅的部分相对好解决，因为只要加水就容易透出白纸，自然就会变浅变亮，明度变高。而深的部分就要找本身明度很暗的颜料，例如说天蓝色与灰喜鹊的羽毛颜色也很适合，可是因为它的深度不够深，所以我最后放弃比较浅的天蓝色，选择钛金蓝。现在正在看影片的你，会不会想说，如果天蓝色配一个比较深的红色呢？其实钛金蓝已经可以满足灰喜鹊很亮眼很饱和的蓝色，所以就不多花时间。而且为了调出深蓝色而去找深红色，其实混出来的蓝色不一定漂亮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扩大这一个问题。在这里提前说明一下，钛金蓝与隔红的明度关系是有比较大的差异，这样它在画面中比较容易自动拉开明暗的对比。如果这2个颜色都是同一个明度，又没有调好色的话，很容易看起来没有深浅的重点还有反差。而天蓝与隔红的明度差没有那么大，所以还是选钛金蓝当做我们主要的颜色。那么红色呢？如果我们不用隔红，而用本来就比较深的绯红沉淀色，它的明度与钛金蓝差不多，我可能很容易在调绯红色的时候，把它跟钛金蓝的明度调得相似，那么整个画面的明暗关系就拉不开，成为一个比较亮一个比较暗的状况。话说回来，所以选择颜料有一个亮一个暗，是确保我们在还不熟悉明度还有调色的时候，可以让颜料本身就分开明暗关系。还要再加上第2个重点，这2个颜色混色起来要够灰。一方面灰喜鹊的胸腹部是很浅的暖灰色，另一方面2色混色之后变成灰色，等于我们又多了一种颜色的选项，而且它是中性色，能分别跟红蓝配色，这是对画面非常有利的。我们来看看钛金蓝与哪一个颜料可以混出灰色。之前色环还有混色系列的影片有说到，
色调三原色红、黄、蓝三色平均混色会变成灰，所以我们挑的2种颜料，它们的色彩倾向混合起来要能平均红、黄、蓝3个颜色，达到近似灰色的效果。既然我们已经选定钛金蓝，刚刚有说到钛金蓝像天蓝色有偏一点绿，也就是有一些黄色的倾向。虽然色轮上面没有钛金蓝，但我们可以大略推理一下它的位置，大概在这里。离它最远的颜色是隔红色，位置离得越远，代表它们之间的关系也离得比较远。意思就是说，它们涵盖的3原色是比较平均的。隔红有一点黄色倾向，当它与蓝色相加，虽然是红蓝组合，但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分析为蓝色、红色加了一点黄色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纯粹的蓝加红等于紫色，而是会混出比较难以辨识的灰色或者是棕色。我们另外看看加玫瑰红的效果，玫瑰红偏向蓝色，所以与钛金蓝混合就会变成纯粹的紫色。了解大概的原理之后，大家可以把几个候选的颜色都做成色表，把理论和实作一起结合来加深印象。像是画面中我把偏黄的红，就是隔红、浅隔红、朱红混合天蓝、钛金蓝一起比较，来看天蓝混合隔红的效果。这2个颜色明度都没有很暗，所以就算没有加水，用很浓的颜料相加，也调不出明度很暗的颜色。再来比较钛金蓝加隔红，钛金蓝很深，不过多加一点水可以调出近似天蓝色的效果。同样慢慢加隔红，观察颜色变化，用比较浓的颜料相混，可以混出很深的冷灰或者暖灰。接下来示范浅隔红，分别混天蓝、钛金蓝，可以看出来它比隔红更浅、更橘，也就是更黄一点。在这个小画面上可以看到，用水染开的颜料中，隔红相比起来竟然会比较冷、比较蓝一些，而浅隔红和朱红都比较橘、比较黄一点。其实我原本是要用朱红和钛金蓝来画，但是不小心拿错颜料，所以最后是用隔红和钛金蓝完成。大家可以尝试把隔红换成浅隔红或朱红色，画色阶可能还感受不出隔红和浅隔红与朱红之间的差异。等一下我们画材质球的时候，比较能看出明显的不同。接下来提供大家一个控水的小原则，因为我们要画动物毛，用湿画法让颜料在潮湿的纸上染开，会有自然的毛发柔边效果。可是湿画法会让水分更难控制，其实可以掌握一个原则，之前的控水影片也有提到，纸上越湿，颜料就要越浓厚。当然，纸与颜料之间水分的多寡，要看我们自己想表现的效果，绝对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，但是可以比较简单的记忆它。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不同湿度的颜料在潮湿的纸上如何扩散。先涂一层水在纸上，我们把颜料多加一点水，纸上和笔上的水分都很多，颜料自然会容易在纸上流动。我们把颜料的水，也就是笔上的水减少，颜料不会扩散得太开，再更少一些，颜料就更不会四处流动。只要水少，就算颜料很淡，它也不会外扩。等一下画材质球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依照不同的状况使用这个控水的技巧。画之前先分析一下这个球体的光影部位，其实每一位老师可能都有不同的叫法或者是分法，但都算是大同小异。我先简单分为高光、亮部、明暗中间线、暗部，暗部中还包括反光。高光处就是与光线呈90度的地方，也就是光源可以直接照射的地方，这里会偏光源的颜色。如果光源是白色，那就会很白很亮。可是小鸟不会真的是一颗球，所以依照羽毛不同的角度起伏，
高光处可能也会不一样，高光处下来是亮部，它虽然有光，可是不是直射光，比较能呈现出羽毛或者是物体本身的颜色。之前也有提过，羽毛的结构里面有很多气孔，光线会在里面反弹，所以羽毛的暗部饱和度可能还会比不透光的物体更高，这都要依照不同的物体或者是不同鸟类的羽毛材质来分析。慢慢往下，光线越来越少，会越暗，但是不要忘记它本身的颜色是很浅的棕色，受到蓝色天光反弹的影响，这里可以加一点点蓝，让它变成偏冷的棕色。每只灰喜鹊羽毛渐层的颜色会有些微的不同，大概归纳一下，灰喜鹊头部上半部是很深的黑蓝色，头部下半连着脖子是白色，脖子连着胸腹部，从白色渐渐变成一点暖灰或者是棕灰色。回到头部下半部的白色应该是最纯的白色，比较没有灰色或棕色掺杂在里面。那么因为光线在空气中的反射，让蓝天的颜色映照在白色上面，所以我们的白色会有一点蓝。所以这一次的材质球会练到不同颜色的衔接，有深蓝、冷灰、暖灰之间的转换。我有分别用隔红、浅隔红、朱红各画一次材质球，大家可以看时间轴的章节跳去自己选用的颜色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只有讲解隔红的部分，不过步骤都是差不多的。一样先涂水，涂到大概第3层的一半，我们同时处理第1层的深蓝色，第2层的白色。涂到第3层是为了用水的扩散效果，达到羽毛柔和的材质感。光多一点的地方是明亮饱和的蓝色，渐渐往下，光越来越少，会变成将近黑色的蓝色，这时候就可以加入隔红。因为已经干了，所以我们再涂1层水。我们用刚刚混出来的黑蓝色加入很多水稀释它。要加多少水分比较难有一个量化的标准，所以要请大家直接观察调色盘上的颜色。可以看到我沾取的部分已经调到很浅，加了很多水。这2块其实都算是胸部的羽毛，但它不会是一整片都连在一起不分开，因为羽毛的长法本来就是一根一根、一层一层，再加上不同的姿势还有光线的关系，就会有这种明显的阴影，像是分界线。往下光线越来越少，我们再多加重加浓一点点颜色，还是要注意控水。这时候纸还很潮湿，笔上面的水分就不要太多。接着我们往上下都涂水，让它们可以衔接。可以看到反光的地方就是涂水的范围。灰喜鹊的胸腹部像一个圆球体，会有往内的角度，等于光触及到的地方越来越少，所以明度越来越低。最下面可以加一点蓝色，让原本的浅棕色偏冷一点，而且明度不要太低，因为周围会有反光反射在这上面。这里我留反光的方法是画上面一层的深色，这样下面自然会亮起来作为反光。这层深色要注意，不要因为颜色加深就一直加蓝色，而是照刚刚调出浅棕色的颜料比例，加少一点水，让颜料比较浓，画起来比较深。这些都是为了要保留羽毛本身的浅棕色，所以再次强调，不要为了加深而加太多蓝色。那么要偏冷，多加一点蓝色，是因为这里已经比较难照到光源的光，多了一些空气中反弹的蓝色天光。
这也会让画面有冷暖对比，还有前后关系的差异。颜色还有明暗的基础确定之后，可以更精细地刷出羽毛的质感。先在纸潮湿的状态下刷出一层羽毛，这时候因为有水分的关系，所以边缘很柔和。大家可以在画纸不同的潮湿程度之下画羽毛，让它有从柔和到锐利不同的程度。还有很多羽毛的质感可以增加，所以在纸全干的状态下，我再铺一层水。这一层水不需要太湿，有一点潮湿，让笔上的颜料可以染开就好。这里当纸干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再刷羽毛。其实可以再多练习几次，熟悉颜料、水、纸之间的关系。例如说，我这一次画是为了多尝试羽毛细致度的刻画，完成度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是浅格红和朱红的示范，因为步骤相似，所以我会快转，不多做赘述，结论会放在最后面。可以看到隔红混色出来会比较冷，有一点偏紫的棕色，而浅隔红和朱红调起来比较像我们一般认知的棕色。所以了解色彩倾向可以帮助我们更精准地混出想要的颜色，也可以更节省时间。
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之前混色还有色环系列的影片，应该会有一些帮助。可是也不用太过度钻研要用哪一个颜料，掌握大原则其实就够用了。最重要的还是整体画面。下一次我们将这一支影片学到的材质球实际运用来画灰喜鹊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。